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今天来到福冈的博多车站，从机场搭地下铁过来只要5分钟。不仅是交通枢纽，同时还有不同的百货商场、地下街、伴手礼区和吃不完的美食街。但这里其实也蛮容易迷路的。车站本身和周边的百货虽然都是连通共构，但有时候同一栋大楼的不同楼层可能是属于不同的百货体系。整体就像是一座垂直的迷宫。这次就让我们一起来攻略一下博多车站要怎么逛吧。虽然这次不是第一次来到福冈可能1年也会来个1到2次吧，已经来蛮多次，但是其实每次来还是都搞不大清楚路。它看起来没有很复杂，但其实很多店要找的时候，你都其实不知道在哪里。然后这里呢，其实也是一个交通枢纽，又可以搭新干线，距离机场又很近，然后还有自己福冈的地下铁。今天就是要来攻略一下博多车站，可以出来，然后看你是要往博多口走，还是往组织口走，两边方向是找的东西不大一样。但如果是比较热闹这一区的话，应该是往博多口这一带，稍微比较热闹一点点。我们从这边开始先看吧。JR 博多站主要分成东西2侧，东边是竹子口，西边是博多口。相对比较热闹的是博多口，这里主要的设施有阿米普拉扎、Hite 和巴士转运站。这一侧最先看到的商业百货就是阿米普拉扎，这里有博多车站最大的首创馆，从1楼到5楼分别有不同的产品。日本之 Made in Japan 的伞，1万块日币。胖丁的伞，我觉得我没有勇气使用，那个太可爱。对啊，夏天快来了，又是防晒的季节。毛血福子全系列，比较天然的，这都有哎。红了可能10年吧，这个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到现在还是有人在买这个。如果大家想要挑一个小礼物送人的话，真的是女生很可以送这个，又可爱又用得到。这是要吹头发的时候一起用的，这也是吹头发一起用的，所以发油的话是3个。好吧，那我试一下中间这个，味道很好闻耶。今天下雨天头发超毛躁的，有差，然后味道也超好闻的。它价钱好吧，超过含税价5500，基本上就是免税。阿米普拉扎另外一个必逛重点就是8楼的任天堂官方商店，里面超大超宽敞之外，商品的系列也非常齐全。你看你的 T 恤，皮克敏的香松，有4个。这个冰冰很可爱耶，多吓人啊！你试试。哦，想当年，最近大家还有在玩动森吗？想当年他们姐妹花的 KK 偶像那首歌多红。妹妹给我放餐室。9楼和10楼是空中餐厅。这2层楼聚集了非常多厉害的餐饮店，不止可以吃到9州的代表美食，日本全国知名的连锁餐厅在这里也可以吃得到。人形艇、金饭、sukiyaki。加贺屋是非常有名的温泉，很多人都有听过。平常在他们温泉里面的怀石料理可以在这边吃得到。从10楼的手扶梯再继续往上，可以到空中庭园。这里除了有空中鸟居之外，也是一个亲子共同的休息场所。如果逛街走累的话，也可以上来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哦。这种地方呢，就是一家人来的时候呢，有人可能去逛街，有些人可能要找地方坐休息一下。小朋友可能不想逛街，想要有地方可以跑，就是来这里。哎呀，那就很明显看到 Kite 和马路易的楼上。
对，巴斯塔米纳鲁就在右边那个方向。看着这个韩国就在这个方向。它这个上面其实跟阪急根本也连在一起。难怪我刚刚一直在想，我一直以为他们是独立的一栋，然后只是刚好左右都连通而已。结果不是，他们的可能是一个比较不规则型，这边的上面属于这个谁，这边的下面又属于这个谁。这个屋顶平原，它下面其实根本就是阪急，所以从阪急里面的电梯搭上来，就可以直接到这里了。回到2楼，利用连通天桥，我们来到南侧的 Kite 和丸景百货。0101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念，它是代表圈圈和一合在一起，日文念作马路一，就是丸景百货。这2间百货是在同一栋大楼，1到7楼属于丸景，其他的部分则是属于 Kite。丸景百货楼层最值得逛的就是2楼的宝可梦中心。等一下，这个尼克秋叶一风堂限定的，这还有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明太子饼干，还有这个限定包装，买这个。这间宝可梦中心是9州唯一的一间，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很多福冈的限定商品。宝可梦的玩偶几乎都是人手一只，越看越觉得不买真的是对不起自己。带你回家了，太可爱了！我先帮你在这边拍照。好透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很可爱。3楼的美妆选品店阿英子托鲁贝是我自己真的超爱逛的选品店。每一次逛阿英子的时候，觉得东西都比较齐全。日系和韩系的商品也都可以一起比较。这其实其他地方有时候买不大到，这个一盒一盒的就刚好一次。我觉得这个很好货，这个很难失败，它蛮好掌握。它里面就有一个勺子，然后直接倒进去。很红的韩系彩妆，不是Momo做的，他是代言人，自己买过蛮多他们的系列的，比较好一点的美妆店都会有。那种比较一般的那种连锁的药妆店的话就不会有。继续往楼上，6楼还有动漫周边二手店俊和屋。虽然是二手，但东西真的是太多，整个看到有点傻眼。他还帮你分是什么系的神奇宝贝，你比较好找。这边是电器的。哦天哪，皮卡丘你不要看，你不会被丢掉，你不要害怕。这是全新的还是二手？这个都二手的吧？它真的是二手的耶！ Oh my god， 我要哭了。那你婆家曼呢？他们都是二手的。这是一个中途之家哎，我的妈呀！你不要害怕哦，你不会受到这种事情的，你不要害怕。那我们来这边看看就好。哦，这个全部都是你认识他们吗？你不要害怕哦，你没事的，你不要害怕。一模一样的。2800半价 ，use， 大家觉得如何？你要这只，你也很可爱，我希望你当然也很可爱。吉卡哇也有，应该就可以找到很多限定的，像阪急现在已经买不到了，那只阪急8400，限定的话就有那个价值。8楼以上就是属于 Kite， 在博多站附近想要买 Uniqlo 的话，这间相对商品比较多一些。但如果想要逛大型商店的话，建议可以到天神商店街或者是拉拉破。Kite 的9楼和10楼是餐厅区，福冈很经典的牛肠锅和水炊锅，也可以在这里吃到。牛肠锅真的是比较油，所以有人吃的习惯，有人吃不习惯。想要试试看的话，这一间其实很有名，Oyama。这次来到的是Oyama大山。是很多人来到福冈都会想要吃看看的牛肠锅老店。然后汤底有3种可以选，味噌、酱油或者是比较清淡的水炊风味比较清淡的鸡汤底这样子。こちらのお鍋まだ火が通っておりませんので、7、8分ほど温めてから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。牛肠锅整体来说真的是偏油，但作为福冈美食的代表，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来吃看看。汤底推荐可以选味噌，吃起来比较不会这么腻哦。
如何？肥肥，肥肥很肥， ，QQ 的这样胶质感。它没有到很油啊。如果不想要吃餐厅，比较喜欢居酒屋喝一杯的气氛的话，Kite 的地下1楼还有一整区的美食街。如果在这里还是没有找到想吃的话，可以继续往旁边的 JP 博多大楼。这边还有一条叫做距离车站300步的横丁美食街，在博多车站吃的真的是超级多。博多口的南侧是 Kite 和晚景百货，北侧则是巴士转运总站。除了可以搭乘福冈市内的公车之外，想去九州其他县市都不想要自驾的话，也可以在这里搭乘高速客运巴士。高速巴士这边的话，就是有点像是客运的概念。那因为如果有些地方它不是新干线直接到啊，其实搭巴士我觉得也蛮方便的，就一直坐着。那除了往南可以搭到九州其他地方，像是别府、大分这些以外，它也可以往本州方面，就是山口这个方向，松山啊、岛根这些地方，其实也都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但大部分呢都是需要预约的，如果不用预约的话，就熊本是可以不用预约的。九州虽然也有新干线，但其实很多地方没有直接到，搭客运过去其实还蛮方便的。很多人喜欢的黑川温泉或者是游步院，这里都有车可以直达哦。博多客运总站很棒的地方是，它同一栋大楼，楼下有超市，楼上又有大创。想要买点简单的东西吃，或者是在等车的时候想要再逛一下，都完全没问题。这间大创是大型商店，东西非常齐全，也有大创旗下的300元系列。它也有彩妆刷具组，这个可以耶，这个淡可以耶。刚刚还有这种一组。日本的展元商店其实很常跟动漫角色做联名。这天在大创就发现很多3DO 的相关商品，真的是超可爱。这500块又不是盲盒，可以吧？弟弟讲的也有。啊，如果你喜欢汉顿的话，汉顿也有，或者是克林，这可爱的，这可爱到我想要一个。巴士转运总站的地下1楼和博多站本身是连通的，这一段叫做博多地下街。博多地下街还连通了另外一条美食街博多一番街。这条美食街的餐厅营业时间非常早就开始。我们在一早抵达博多站之后，就马上过来这里吃牛舌当早餐。除了购物和美食之外，博多站绝对不能错过就是超级丰富的伴手礼区。面对竹子口的左边 Mind 博多，除了有很多福冈的伴手礼之外，其他九州县市的代表商品也有机会在这里找到。哎呦，这个的马里奥包装，不一样，这不一样，这个是阿嬷问，这是草莓口味的，超级好吃，我每次必买。里面长这样子，这是最小盒的。多，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这个明太子的鲜贝，这其实是福太郎做的组织 mochi。它跟那个山梨那个杏仁饼有一点类似的东西。福冈的伴手礼种类真的是非常多，不管是要咸的还是甜的，通通都有。另外，明太子也是绝对必买。明太子的薯条感觉就很好吃啊，它可以沾面包吃。Mind 和旁边的 Deitos 是互相连通，这里除了可以找到伴手礼之外，还有非常多厉害的商店隐藏在这里。来到日本，很多人喜欢买毛乃社的高汤。毛乃社的本店其实就在福冈，在博多车站的这间店也可以买到限定口味。更厉害的是，它旁边这家林玄，排队真的是排到一个非常疯狂。这里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和果子店，最代表的商品是他们的草莓大福、一口红豆饼，还有红豆的最终饼。来都来了，当然要排队买来吃看看喽。
从伴手礼这边一路又接到另外一区，这边的2楼呢是博多车站很有名的其中一个拉面街。这里的2楼是博多拉面街，是博多车站里面非常受欢迎的拉面美食街。用餐时间人真的是非常多，要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哦。是有点夸张，因为有一个人专门在这边跟大家说怎么排队。这边是第1排，这边是第2区，我们现在在第3区，我们就来看看会排多久。12点02分。这天我们吃的是最受欢迎的星星拉面，他们家的拉面是大家很喜欢的豚骨汤底，面吃起来比一兰还要再细一点，个人非常喜欢。他们在博多站就有2间分店，但不管哪一家都要排队排很久，好奇的话一定要来吃看看哦。回到车站的1楼，面对竹子口的右手边是博多的阪急百货。阪急的地下1楼和阿缪 Plaza 的地下1楼其实是在同一个空间。走在这里的时候，会突然有点搞不清楚方向。看起来虽然有点复杂，但其实整体的空间都是连通的哦。这里除了有阪急百货最吸引人的地下街之外，专柜彩妆和精品品牌在这里几乎都有设柜。除了博多口的商场，还有车站本身之外，竹子口这里的油豆巴西也非常值得来逛逛。想要在博多车站附近找家店的话，很推荐可以来这边。从这边出来比较快啦，阿米尔 Esto 的这边出来就会直接看到。大家来日本一定会逛油豆巴西吗？我自己是蛮常逛油豆巴西的歌啊，大家会唱吗？如果你觉得你会唱啊，那你要看你唱的是哪一个版本，因为他的歌每一间分店的歌词都不一样。很多人找的食物调理机，这个吹风机陈列应该是最好的，超载，一目了然。如果要在博多车站附近逛 Uniqlo 或者 GU 的话 ，GU 在油豆巴西这边，这件 GU 还可以，还算大，完全都是短袖了。其实有时候 GU 的包包做的蛮可爱的，好可爱的。那这边也有一些 sports， 这边主要是卖户外用品，比如说露营、登山，不过不便宜，真的不便宜。但是因为不是很懂露营这个坑，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看看。然后还有比如说所罗门的鞋子啊，都有的。4楼则是最近大家非常喜欢的乐比亚超市。福冈一直以来都是草莓非常有名的产地。如果是冬天到春天这段时间来福冈玩的话，真的会有吃不完的草莓等着大家。这间乐比亚超市真的是蛮大的，虽然生鲜类的东西可能比较不需要，但一些水果、饼干、清酒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哦。我们来看看跟新干线连通的这个阿米尔 Esto， 竹子口在这边，比较靠东侧。那博多站在这边，然后本来它这个阿米尔旁边呢有一个小的阿米尔 Esto， 这一侧的油豆巴西就在这边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这边走过来呢，就直接是这个阿米尔 Esto， 还有1楼跟地下，然后阪急其实就在这一侧。竹子口这一侧比较靠近新干线的月台。虽然相对博多口没有这么热闹，但这一侧有阿米尔 Esto 可以逛逛。整体的区域虽然不大，但是有很多日系服饰品牌和实力 Coins 都是开在这里。人真的好多啊！博多车站是福冈最重要的交通枢纽。除了本身的在来线和地下铁之外，又可以搭乘新干线，前往机场也非常方便。
下次来福冈玩的时候，也多留一些时间在博多车站逛逛吧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。回到饭店了，他买2个帮我放的这么漂亮。它的感觉质地是有点湿的那种，然后这边边的饼皮有点 QQ 的这样子。这我的应该是最爱吃的博多名产。再来是这个林玄，超多人在排队了，当然就是要跟着排一下。最有名的是，因为现在刚好还是春天，所以是有草莓的季节。他们里面包阿妈哦，就是很多人会知道是干王，那小型的铜锣烧。这么小一口，贝中饼，那卡，然后做成一个铃铛的形状。最终我喜欢再脆一点点，不过蛮香的。我知道为什么你不爱，因为它不甜，它没那么甜，对不对？草莓大福很重哦，扎实。是哦。我不知道 AI 跟我讲阿妈的，他当下是没有这样写。个人没有很喜欢啊，19